刚才我说的呢是华人在这个形势之下如何在美国相处，这很多是内因的问题，外部的原因呢，现在我们大家都很清楚，是中国这个战狼外交激化这个国际社会对中国的敌意或者是防御，是不是？那么这个如果比如说他如果很高调的发表一个漫画。来讽刺挖苦印度今天这个疫情，然后把这个照片，印度到处烧尸火光熊熊这个照片，再加上大陆这个网民呢那种嬉笑怒骂、幸灾乐祸，如果这种照片传到这个 Twitter 上面，让在美国的印度人看见，印度人看见也不爽。如果你在工作间里头有一个印度的同事，如果你把这个 Twitter 上面传自中国的骂印度的或者嘲笑印度的图片在他面前晃两下，那你自己遭到这个歧视或者是孤立，是你自己活该了，是不是啊？所以你这个人嘛，对不对到了30-40岁、40、50岁，总有一点的修养跟常识，如何自处，是不是？所以呢，这些中国这个战狼外交的，到今天好像很稀奇的样子，其实在1966、67年的时候早就这样了。比方讲，这个1967年呢，这个红卫兵在北京火烧英国的这个代办处，把这些英国外交人员都交出来批斗，然后呢进去呢打他们这些人呢，因为这个民族主义的情绪散起来是这个样子的，是不是？今天这个外交部这种行为是对是错，恕我不想评论但是呢我们从这个佛家这个因果和跟这个。物理跟化学这个科学的定律来说，凡事有果呢，就必有因。所以华人在美国受到现在一些不是太让人高兴的待遇，他们想清楚，问题的根源不是来自美国，是在外面。因为你几十年，你听到很多宣传，又是什么李小龙啦，这个成龙啦，中国非常强大啦，有很多钱出来买东西啦，这些购物客进了伦敦、巴黎的名店，这些洋人经理看见你都点头哈腰啦，因为现在这个对现在的觉得的愤怒是因为觉得过去10年有很多人相信中国在世界上受到很多西方国家的尊敬，这个神话忽然就破灭了，他心理上不能承受。如果你从来不是太相信这个神话，或者对这个神话有一个非常现实的认识，到了今天就不会太过 surprise， 就不会太惊异。对于我来说，我一点都不奇怪，是吧？但有很多人，他10几年来他就是这种迷迷糊糊的因为他购物，他去伦敦、去巴黎，他接触的是个世界，西方的世界，就是从他坐上一个头等舱的一个美国航空公司。然后看见一个白人的空姐对你点头哈腰，还给你奉上一碗这个饺子或者是这个牛肉面，开始你就觉得很爽。哇，你看我们中国人今天很有面子老美都迁就我们了。然后你这个头等飞机，然后到了纽约你要来谈业务，你来谈并购的，那纽约某个大公司当然派一个白人的业务代表给你红地毯，来个 limousine 接到他那个总部，然后你要吃什么，你要喝什么，要什么红酒什么，因为他的目的是要为你跟你早日签合同，然后把你这个收购的协议能够落实，把钱从你的口袋拿过来。所以中国这个20年来，很多到外国了，这些中国人看到白人的那个卑躬屈膝的样子他信以为真，他以为真是对中国3000年的文化有一个觉醒很尊重。其实，在他眼中是没有肤色的，在他眼中只有一尊神像，就叫财神。他是对财神爷的恭敬，并不是对这个炎黄子孙的那个尊敬，是吧？这个20年来，我作为一个旁观者，我在这方面我看的有一点的我想当时我就预测，如果这样下去，有一天万一你没有钱了，那怎么办？万一你这个国家破产了怎么办？
或者万一有一些灾难是来自你这个国家散播到全世界，那些人还会继续把你奉为人上人嘛？是不是？现在果然，而且提早发生了，现在基本上出现这个排华，这个战狼外交是个重要的因素。但是战狼外交呢，让在中国的13亿人口的多数人觉得很爽，他们并没有住在美国。你们在美国的华人觉得因此而受害是你们的事，跟他们没有关系，因为他们可能一辈子都来不了美国，所以呢，每个人呢，感觉这个世界都是看眼前3公尺这个地方，而没有远大的眼光，而没有了更远的视野，是不是？所以这个呢，你鸡跟鸭在对话，双方不在同一个层面上，或者不在同一个类别里头，是吧？所以你说战狼外交，你说不对，在大陆的这个13亿人说好得很这个很爽我恨不得往这个蓬佩奥的脸上吐一口水这样我们这个才解恨是不是？那你跟他说你们这个是不对的，这个那个，他说你这样想还是汉奸洋奴这样的争论，我认为是浪费时间。到了今天。而且浪费，而且会把你这个情绪消费的越来越不正常，所以不要跟这些人从事这样的争论。如果他认为这是对的，那很好，你继续维持你的观点，对不对？但是我不认同，我有我的选择，或者我有我自己在私底下在美国的。种种的社交行为，我要做一些防风的措施，我要想想我怎么跟别的人的相处，是不是？如果我是赵婷，或者是李安，或者是马友友，对不对？这些杰出的华人，他们这个成就早就建立在那，所以呢，在他们那个圈子里头，我不认为这是非常重大的问题。但是万一整个市场对华人有这个看法，以后未来这个10年5年，在美国这个观众，比起以前不太愿意看到电影荧幕上有几张华人的面孔这个对不起，这个就是市场的趋势的改变了所以呢，这个就要接受了，对不对？所以这个大事肯定会出现的对不对？所以今年这个奥斯卡给了一个赵婷什么，这是这个好莱坞的这些政治计算并不是说以后这个你会看见另一个这个另一个成龙或者是李连杰噼里啪啦的这个华人这个当主角的这个电影会在好莱坞甚至整个西方世界大行其道。我想这个大趋势是暂时是完了那么你作为一个专业的人员，或者是在美国的华人，你在整体的这个文化趋势要接受这样的现实在你在跟其他的中国人什么这个，我认为不要浪费时间在社交网站上跟你并不在同一个平面上的人去争论，因为我们现在活在这个网络时代，有很多同温层，有很多群组哔哩吧啦的很多事情需要你来回应你的校友你的同学无缘无故就发给你一个短信说什么人过了40岁如何要注意健康你要有一个压力，你要给个回应，不然人人都说好给他个 emoji like 你怎么不作声是不是不喜欢我们啦？我们这个以前的台大在美的校友群有什么得罪你的地方什么对不对？因为我在这个网络世界有很多事情会让我们变得非常的小家子气在这个时代，活在这个时候，要养成一个大气度，要克服这些逐渐恶化的小家子气。在美国也是这样，很多这个白左跟那些极右的敢怒不敢言的很多人，在网络上经常都一些小事情然后呢，这个言辞之间几乎这个大打出手。在这个时候，我很不想滥用这个以前这个成语叫什么众人皆醉我独醒我并不能够做到这样，但是尽量每一个华人在美国也好，在台湾也好，台湾在美国在欧洲的华人也好，在海外也好，必须要保持清醒，用一种理性跟气度去做好一个人。